哎，干什么呢？保洁组后边。什么保洁？我是来参加比赛的。这是我的报名单。回来，标缝厂，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个高校啊？标缝厂是标准缝纫机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10大品牌，驰名商标，不是高校。那就是工厂喽。打工妹，中专学历来的吧？我不是，中专学历又怎么了？影响我进去吗？这可是全球数学竞赛的会场，来参加比赛的人都是要经过智商测试的，至少180以上才有资格进入下一轮筛选，而且要经过5轮的筛选，全部通过才有资格获得入场券。你一个打工妹，中专学历，恐怕连题目都看不懂吧？小妹妹，你也是来应战的？对，我要代表大夏参加比赛，拿冠军。小妹妹，我看你这顶多也就18，这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的地方，快回去吧。刚刚电视中无人能解的难题，只有我解出来了。啊？怎么？这样还没有资格进去吗？你一个打工妹能看懂题目？你知道这题求的是什么吗？你知道代入的是哪个公式吗？偏微分方程是指包含未知函数的偏导数的方程。与常微方程只有一个自变量不同，偏微方程通常包含多个自变量，其中一个自变量是连续的。偏微分方程通常可以分为几种类型：椭圆形、双曲形和抛物型。而刚刚电视中那道题，不过是其中最简单的一种类型罢了。照本相看，让一个小姑娘被断教书上的刘文，就以为能在全世界面前能换回形象。你们在大夏真是没人了。知道偏微分方程有这样，在场的选手都经过层层选拔才有资格参赛的。你没有经过选拔，凭什么代表大夏参赛？就凭这个。你就是江短？快拍，快拍！解出题的竟是这个17、18岁的小姑娘。现在我可以参赛了吗？当然可以。江暖，虽然你获得了入场券，但是想要参加后续的比赛，还需要进行一场资格赛，有问题吗？没问题。好，请听题。20个数字以0.24秒，也就是正常人眨一下眼睛的速度，同时出现在两边干扰项的屏幕上。你需要做的是，在干扰项中找出并记住正确数字，然后将它们相加，同时得出2个正确答案。限时1分钟，计时开始。请作答。你看清了吗？我啥也看不清呀。我的答案是36182789。正确答案，请看大屏幕。这是真的吗？啊，这个就，哎，律师，你掐我一下。哎，你说这江暖这脑子什么时候这么灵了？就是，妈，要不你也教我一下啊？这样。这江暖还真有点本事，干得漂亮，江暖！现场的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们，天才少女江暖已经成功通过选拔，拿到了比赛资格。那么接下来，她将代表大夏接受来自各国选手的挑战。那么谁先应战？我来。江暖选手，请注意，2选手来自米国，蝉联奥数杯9年亚军。你们将共同挑战国际组委会最高难题卷，谁的分数最高，谁将晋级下一轮，并获得本轮奖金1000万。1000万！失败者将失去继续参赛的资格。现在开始。你
刘文有。今天就是你蝉联亚军的第10年。本轮规则卷面共10题，在最短时间内答完，且正确率高者获胜。准备，计时，开始。不可思议，只有中专学历的场妹，却以惊人的速度在完成答题。难道他真的能为我们大夏一雪前耻吗？难之奇，这种难度的题目，这2人竟然能答这么快。但是最终还是要看准确率啊。这一题，这里明显是个陷阱，如果不注意，可能会直接套用莱布尼茨判别法则。但真正要带入，是不定积分的基本计分公式，才能得出正确答案。怎么全擦了呀，江暖？哎，我早说了，前面那个资格赛呀，只是考的反应能力，跟数学根本就不搭边儿啊！懂了。比赛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艾尔暂时领先。看江南选手的状态，似乎是遇到了难题啊！江南追上来了！反超了，反超了！江南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一题，数量再次领先艾尔。我的天哪，江暖马上就完成了！哎，我们的机务物理又出金凤了！又不是比谁更快，最后还要看谁的正确率高呢。就是，阿拉伯数字谁不会写？嗨，就这符号，你给我写个试试。切，这鬼画符我才懒。江暖他妈，你别光说话呀，你画一个试试。江暖现在他代表的是咱们大夏，为国争光。你不支持也就算了，旁边说3道4的。我看江暖呀，在人家1天都没有过过好日子。你瞧他江暖现在瘦的，他瘦成这样，关我屁事啊！我们老江家管他吃管他喝，他就应该感恩戴德。也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表扬的吧？别吵了，别吵了，结果出来了，结果出来了。江暖率先完成了作答，先完成10道世界级难题的选手是江暖。江暖答完了。看分数又不是看速度，那艾尔蝉联过那么多届数学杯呢，实力强悍。江暖，我看就是瞎写的，长别人志气，灭自己无知。快又怎么样？正确率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艾尔选手也完成了作答，那么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们阅卷，究竟谁能在此轮中胜出，夺得1000万奖金，而谁又将结束赛程，遗憾离场？好的，艾尔的试卷已经批阅完成，最终得分请看大屏幕。天哪，这可是国际组委会最高难题卷，艾尔选手竟然拿了90分，这种成绩恐怕很难超越啊！但江暖还是有希望，在答题的速度上，江暖领先于艾尔，所以只要江暖得分在80分以上，就能获胜。好的，江暖的成绩也出来了，打工妹能否逆袭成功呢？大家请看大屏幕。大夏人在数学的书前没有你们的一席之地。难道我们大夏真的无人可用了吗？最终结果还没出来呢，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满分呢？满分就凭你也配？配不配不由你说了算。80分，江暖得了80分。在答题时间上，江暖是领先于艾尔的，所以江暖的正确率只要达到了80分，就代表本轮比赛满分。哎呀，江暖得
满分了，得满分了。江暖这丫头呀，可真有出息。是呀，哎，老姜，赶紧回去看看，你们老家那祖辈是不是冒青烟了？江暖呀，赢了比赛，还为咱们大夏争了光，最主要的还拿了1000万的奖金，给咱们厂啊真长脸。爸，1000万咱家发了。1000万？不可能，他不可能是满分，因为我质疑分数的真实性，我要求公开试卷。2先生，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国际数学竞赛是一个绝对公平、公正且严谨的竞赛，绝不存在黑幕。如果你觉得林教授，艾尔做错的是第6题吧？你怎么知道？还说没有黑幕？如果你们提前没有串通好，他怎么知道我错的是在第6题？其实这道题就是一个陷阱，你套用的是莱布尼茨判别法则吧？其实这道题应该带入的是不定积分的基本积分公式，你从一开始就用错了解题思路，当然会错了。不过也可以理解，毕竟你也只是亚军水平。刚才我情急得意了，我还要和他比试一场。你已经没有资格了。大家安静一下。江南选手，恭喜你赢得本轮胜利，赢得1000万奖金。如果你继续选择比赛，那么这1000万将留存于奖金池中，每赢得1轮比赛，奖金持续积累。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中途退出比赛，拿走奖池里积累的所有奖金。但是如果在后续的比赛中失败，你将失去之前所获得的一切。现在，请选择继续还是退出。我选择。这要是继续呀，也太冒险了吧！我江暖这孩子呀，聪明，他肯定会选择退出的。我看也未必，这可是全球数学竞赛，那就算是最后输了，也是虽败犹荣啊！可是1000万，咱们普通人几辈子也挣不上。再说了，这丫头的爹妈还不能拿钱给她娶媳妇儿，是吧，江暖妈？是啊。那是自然。我虽然是他的后妈，但从小到大也从来没有让他受冻挨饿。现在也是他该报答我的时候。我选择继续比赛。我选择继续比赛。这真是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我很好奇，江暖，1000万对于在工厂打工的你，应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为什么不选择拿钱走人，而是继续冒险竞赛呢？我的目标是压轴题。压轴题，江暖，压轴题的奖金虽然丰厚，但难度可是地狱级的。如果在之后任何一轮中你输掉了比赛，那之前所积累的奖金可就都灰飞烟灭了。我选择继续比赛。只有撑到最后的压轴题，我才能改变一切。小东西，不会写了吧？我可以教你。不愧是20届的天才啊，就是连我自己都不能渗透他解题中的思路。江暖输了，输得彻底呀！小姑娘，跟我回国吧，回去我教你顶级的偏微分。居然明目张胆抢我们的人，太过分了吧！偏微分，我才是神。一道做错的题，有什么好炫耀？你放屁！这可是世界顶级难题，根本就不会做，少在这里装模作样了。小儿科的东西，你凭什么说我不会？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数学。人生、数学易如反掌。怎么会这样？你为什么会这么打？拉丁国最伟大的数学家也不过如此嘛。想要推导出可控核聚变公式，需要运用的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所推导出来的智能方程，而非塔尔加理论。看好了，这里先利用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得出非线性动力系统，再利用非线性动力系统的稳定性得出这个方案。离散后再进行聚能变换，以此计算不同波下的临界雷诺数，这才是可控核聚变的正确算法。你听明白了吗？怎么可能？我研究了这么久的东西，怎么可能算错呢？江暖说的对，
如果用塔尔加理论计算可控核聚变公式，那整个研究方向就发现质的偏差。这样一来，我写出的题连题干都是错的。摩西先生挑战失败，失去竞赛资格，请离开挑战台。这不可能啊！这不可能！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我就知道他一定能行。大西亚数学界终于后继有人了。你们还有谁不服的？尽管来战！我不服！肃静！张暖，看来外籍选手表示不服呀，你要不要跟他们比试比试呢？当然，我要向他们宣战。观众朋友们，我们大夏的选手江暖要挑战外籍选手，那么按照赛事的规定，挑战哪个国家的选手就要拔起相应的旗帜。那江暖，你要挑战哪个国家的选手？你们别耽误时间了，全部都起上吧！这怎么可能？我研究了这么久的东西，怎么可能算错呢？江暖说的对，如果用塔尔加理论计算可控核聚变公式，那整个研究方向就发现质的偏差。这样一来，我写出的题连题干都是错的。摩西先生挑战失败，失去竞赛资格，请离开挑战台。这不可能啊！这不可能！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我就知道他一定能行。大西亚数学界终于后继有人了。你们还有谁不服的？尽管来战！我不服！肃静！张暖，看来外籍选手表示不服呀，你要不要跟他们比试比试呢？当然，我要向他们宣战。观众朋友们，我们大夏的选手江暖要挑战外籍选手，那么按照赛事的规定，挑战哪个国家的选手就要拔起相应的旗帜。那江暖，你要挑战哪个国家的选手？你们别耽误时间了，全部都起上吧！就凭你一个大小的小小的超妹，也配跟我们10个选手宣战？我们可不是像摩西一样的废物。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高丽国的威力，让你们大夏人认清现实，趁着卷铺盖板的退出这比赛。这个马丁和马木可是拿过各国比赛冠军，虽然这次竞赛他们目前的成绩一般，可是也是能拿到前5的。江暖这一次恐怕是一场大战。每一次是大战，但是我相信江暖能行动。开始吧，我的时间不多了。急什么？留给你哭鼻子的时间多着呢。你们大夏人的数学在我们面前犹如残兵败将，不值一提。江暖，你输定了。谁输谁赢，咱们是母蛋。缰绳太帅了！张暖，按照我们赛事的规定，接下来由你向他们出题，准备好了吗？各位观众，接下来有请江暖出题，让我们继续期待江暖为我们大夏争光吧。刚才一个小小的可控核聚变就你们吓成这样，接下来由你们看。请证明每个大于2的偶数都是2个质数之和。这么简单？你是瞧不起我们？你们不用动，我一个人就拿下他。这个死丫头，真把自己当什么大人物了，还敢给人外国大佬出题，不自量力！文彦宏，你说什么呢？江暖他是在为国争光呢，你没看见刚才已经算出了可控核聚变的公式了吗？那都是他运气好，让他给蒙上了。就他出的那题，我都会算，还想难住人家，真是可笑。哎呀，爸，你快管管他！朋友刚才都给我打电话嘲讽我，说这死丫头简直把我们江家脸都丢尽了。你们都胡说八道什么呢？江暖这是为国争光的，你们再胡说，把你们开除了。
这个马丁怎么回事？不是说题目很简单吗？怎么根本听不懂？外国佬，不会做不出来了吧？下去吧，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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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不了就算了，输给我你不丢人。这个棋不对劲儿，根本就没法证明。你这是在刁难我！你这是在刁难我！江暖怎么可能会拿出一道证明不了的题？不信，你们自己证明看看。我看你们大侠人可真是不讲武德的卑鄙小人！没错，这根本证明不了。你们大侠人为了赢，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你们少污蔑他，江暖出了这道题，肯定有他的理由。你们算不出，不代表我们大夏算不出。江暖出的题好像真的是无法证明啊！不可能，娘娘怎么会干这种事？一定是你们搞错了。我就说他怎么可能有自信挑战我们所有人？原来是个心机婊，拿一道证明不了的题输给我们，你们大夏人真是玩不起。没错，我看就应该你们大夏人都滚出去比赛现场！大夏人滚出比赛现场！滚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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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如何是好？谁说这证明不了？你不行，不代表我江暖不行。今天我江暖就在这里给你们再上一课。也就是说，你快看，江暖真的在证明。我就说，我们娘娘怎么可能骗人呢？写这么多有什么用？谁真的能证明出来再说。就是胡编乱造有什么用？不可思议，江暖证明出来了。要证明这个难吗？这怎么可能？我不信，谁能证明你写的是对的？你们谁能证明？你们这就是在欺负人！江暖都已经证明出来了，就是欺负人！欺负人！欺负人！你个死人，什么意思啊？骂他！是我大意了，忘了以你们现在的水平，根本无法理解我的感受。你狂妄之极，说这么多都没用。我看你那也不过一张废纸。看什么？玩不装科学，玩玄学。我看你们大侠人可真是装神鬼。3分钟，3分钟之后你必死。你说什么？我会死？我看你真是疯了。那我也算算，你今天毕竟要输给我。江暖，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已经将他的数值带入到了人类生命极限公式中，得出的结论就是他最多只能活3分钟。现在已经过了1分20秒了。先生，你看这死丫头，丢人都丢国外去了，还给人家算上命了都。等着丫头回来，我非扒了他的屁股！人类生命极限公式，我们将是连可控核聚变都计算出来了，算出个外国佬能活多久也不奇怪吧？这要是真的，那不得把那群老外呀给吓死！江暖，一个人能活多久，怎么可能算出来？谨言慎行啊！你现在代表的是整个大夏呀！别人不行，不代表我不行。你是怎么用生命极限公式算出马丁还只能活3分钟？人类的寿命其实和5个因素有关：智慧、体型、相貌、财富和爱。只要把这些数据带入到公式中，就能够算出他还能活多久。虽然听不懂，但是感觉江生好厉害呀！你说我真能活3分钟？谁信啊？
我不是现在好好站在这儿啊！你们大夏人可真会吹牛啊！我知道你们现在都不相信我说的，但是麻烦组委会的人尽快准备讲座故事，故事很久了。你不是说想让马丁证明你的懂事吗？现在又说救他，我看你就是在找借口。我大夏人绝不会见死不救，我也不至于拿一个人的生命来证明我的对错。大夏将军说的没错，虽然难以置信，但是我选择相信江暖说的话，请组委会的人员赶快去准备吧。等一下，一个疯子说的话你们也相信呢？我马丁都不怕，你们怕什么？我马丁就站在这儿，我的要看看你怎么让我死。马丁，这可是关系到你生命的大事。少说废话，有本事再给我比试一番。还是说你根本就怕了，再说出来了这样子的借口？你只有10秒钟了。我们不信江神的话，我们信。但是我这里有药，我也有药，我也有，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大夏人。你们在这里危言耸听了半天，你们看老娘有事儿吗？有事儿吗？老娘一点事儿都没有。马丁竟然真的晕倒了，难不成江南真的计算出了人类的寿命啊？江神，我这里也有药。让你们都不相信江神的话，现在出事了吧？马丁，你可是米国数学的骄傲，千万不能有事。不想有事人闭嘴！真是神了！哎，难不成真的是神仙转世了？哎呀，我们厂里可出了个活神仙呐！是呀，等他回来了，我也要让他给我算一下。什么神仙转世？我看他呀，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蒙对了而已。这江暖就是个丧门星，说不定啊，那个马丁就是被他克了。江暖，你救了我。你只是暂时没事了。我刚刚说了，人的寿命和那5个因素有关。你以后还是多做点好事吧。是你把我从死神手里拉回来了，你是我的神。我承认我不如你，我要拜你为师。还有，大象数学最屌。马丁，你是我最尊重的对手，竟然拜一个大夏的场妹为师。纳诺，你乱说什么？你本来是我最尊重的对手，我们曾经交手无数次，但没想到你竟然做出这种事。马丁，你先下去休息吧。事实都已经摆在你们眼前了，你们要是还不相信，那我也没有办法。早就听闻你们大夏人为肚子坏水，千日一见，果然如此。有本事你堂堂正正跟我纳诺比一场。好啊，你就比。今天我就让你们所有人都属于幸福。我要求更换比赛规则，在规定的时间内，谁答题是最多且正确者获胜。这不公平，这是纳诺的强项。2年前他拿到冠军的那次，就是在这个比赛机制下赢得的。怕了，可以早点认输。笑话，我会怕。我江暖从来就不说怕的东西，我应战。真是狂妄至极！今天我就让你大夏人看看什么叫做实力。好啊，尽管放马过来。我们要加油！太好了，大家一起上吧。让我们现场来自大夏的观众为江暖加油喝彩！他以一人之力征战各国，真的是太震撼了。究竟谁答的题更多呢？让我们拭目以待。看来我们江暖真的是遇到了对手，这纳诺跟江神的做题数目一直不相上下呀。江暖，你的实力也不过如此。你
你们快看江神的神态，明显就是一副轻松的样子。我看呀，江神肯定还没发力呢。江暖，是这么快有什么用？我看你根本就没有看题，乱写的答案可没有用。果子，有那时间不如多做2道题。现在场上就剩下我们来自高丽的纳诺和备受瞩目的江暖。江暖究竟能不能拿下本场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江暖已经答了500道题了，要知道这次大赛的题库里才只有700道题呀！比赛的时间才刚进行了一半，照着江暖这个速度，怕是题库里的题都不够他答的。江神赢定了，那个纳诺才答对了300道。江暖这丫头真是太神了！我的孩子呀，如果要是有她1/10，那还愁考不上清北。这个死丫头，赢得1000万也不照我家里拿。今要江家有了她，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我看呀，江南有你们这样的父母，才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这题怎么会出现在这儿？江南好久没翻下一道题了，难道他遇到了什么困难吗？这怎么可能啊？题库里怎么可能会有这道题呀？有意思的是，江暖还真给做出来了。这怎么回事啊？这到底是什么？这是隐身电子侦察船的破解公式啊！我们大夏数百名科学家前赴后继研究了50多年都没有算出来，竟然让江暖短短几分钟就破解了！但无论如何，题库里出现了这道题目，一定有问题。请国际组委会派人调查，看看是怎么回事。是。我就说，不愧是江神，这么难的东西都做出来了。江暖，你是真的神！江暖做出来，不可能，这一定是假的。你又没有看过，你怎么知道真假？这东西对我们高丽国来说，早在3年前就做出来了。对于我们当然没有难度，但对于你一个大夏的场面，远远超乎我。区区一个隐身电子侦察船，有什么好炫耀的？我江暖已经计算出了隐形无人艇集群的公式。什么？隐身无人艇集群？这是我有生之年能听到的东西吗？啊！一觉醒来，我大赛成列强了。江暖，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如果你算不出来的话，你们大夏将在其他国家面前彻底抬不起头来。我说，我江暖已经计算出了隐形无人艇集群的公式，未来我大夏将不再惧怕任何国家的侵扰，谁敢犯我大夏国土，虽远必诛。哎呀，这江暖可真给我们标房厂长脸了！这以后我们厂再也不愁没人来了。哎，老姜，你们家呀要出个大人物了。什么狗屁大人物？这个死丫头！之前说什么隐形什么船，那都是他运气好，让他给蒙上了。现在又说算出什么无人艇的公式，我看他是疯了吧？妈，我看江暖他就是不想把那1000万带回来。先生，我可告诉你，这死丫头要是敢让我儿子这1000万打水漂，你父女俩以后没有好果子吃。爸，他要是不把那1000万拿回来，我怎么娶媳妇儿啊？我要是娶不了媳妇儿，咱老江家的鲜活可就断了。你自己看着办。对呀，我们老江家香火不能断呀！我得去把那个死丫头拽回来。走呀，咱们一起走，快点！什么？隐身无人艇集群？这是我有生之年能听到的东西吗？啊！一觉醒来，我大赛成列强了。江暖，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如果你算不出来的话，你们大夏将在其他国家面前彻底抬不起头来。我说，我江暖已经计算出了隐形无人艇集群的公式，未来我大夏将不再惧怕任何国家的侵扰，谁敢犯我大夏国土，虽远必诛。
哎呀，这江暖可真给我们标房厂长脸了。这以后我们厂再也不愁没人来了。哎，老家，你们家呀要出个大人物了。什么狗屁大人物？这个死丫头！之前说什么隐形什么船，那都是运气好，让他给蒙上了。现在又说算出什么无人艇的公式，我看是疯了吧？啊！我看江晚他就是不想把那1000万带回来。先生，我可告诉你，这死丫头要是敢让我儿子这1000万打水漂，你们父女俩以后没有好果子吃。爸，他要是不把那1000万拿回来，我怎么娶媳妇儿啊？我要是娶不了媳妇儿，咱老江家的鲜活可就断了。你自己看着办。对呀，我们老江家江湖不能断呀！我得去把那个死丫头拽回来。走呀，咱们一起走，快！我大夏将不再惧怕任何国家的侵扰，谁敢犯？好，司令，怎么了？刚刚全球数学竞赛中，我们的大夏选手江暖算出了隐形电子侦察船的计算公式，并且他还说算出了隐形无人艇集群。什么？通知下去，让人务必拿到计算公式后，派人立马验证。如果公式是真的，立刻执行。是。还有，派人保护好他。侵犯我大夏国土，虽远必诛。大夏之心，我巍巍大夏必将璀璨辉煌，照耀四方。江暖，你说的可是真的？我江暖向来说话算话，我既然敢说，我就能做。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从此以后，我大夏国再也不用养 NPC 了。这个大夏城内还真能算出隐身无人艇集群，这东西怎么可能实现？大龙，如果这个江暖真的算出了这个东西，那恐怕我们真的要输了。岂不能输给一个大夏人？教授，我该怎么办？我们可以这样，明白吗？还是教授有办法。江暖，既然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你就写出来。你不写出来，怎么能让我相信呢？好啊，那我就让你们输的心服口服。竟然真的在写公式！快打电话，把江暖的计算过程隐藏，这是我大夏的机密，要快啊！是。好，特级军令，赶快把江暖的计算过程隐藏。你们什么意思？难不成江暖根本就写不出什么隐身无人艇的公式，就是你们在骗人？这是我大夏的机密，怎么能公开？就是，我看你们就是想剽窃我们的机密，不能给你们看。你们将计算步骤印上去了，谁知道是真是假？我看这是你们怕江暖算不出来，找点借口罢了。为啥骗人？林教授，没关系的，您公开吧。江暖，这可是国家机密，是司令刚刚下达的特级军令。我可以计算到最后一步，但我不会公开结果。以他们的智慧，就算再给他们100年，他们也算不出答案。好，江暖好样的，这才是我大夏的好儿女。通知下去，按照江暖的命令。是。亲自去现场，为江暖加油助威。江暖，你尽管放他手脚去干吧，司令同意了。你们可看好了。就是说，这个资料你早就写出来，但是验证资料丢了，就是被江偷走的。看来要实施教授。这就是隐身无人艇集群的计算公式。没错，除了最终的计算结果，这就是隐身无人艇集群的全部计算公式。
我要举报江南作弊，他的计算公式是偷来的，你们不要被他骗了。你说什么？你说是我偷的，那我偷谁的呢？这个公式我早就研究出来了，之前正准备公之于不的事，没成想前2天我的资料丢了，后来又莫名其妙的出现在垃圾桶里，原来是被你江南拿走扔了。江南，你拿着我的资料结果说成是你的，你们大夏人真是厚颜无耻。哦，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我之前没说，一来是想给你留点脸面，二来万一是巧合，你也计算得出来，那岂不是冤枉了？现在看来，这个资料就是你偷走，这个资料就是你偷走。江南，事到如今，我不得不揭穿你。大家看，江南跟我的计算结果一模一样。他就是在造假，是吗？没错，否则就凭你一个连大学都没有上过的长辈，怎么可能算得出这等东西？像这种人就应该把他赶出去。胡说！我们江山怎么可能抄你的？这是诽谤！我相信江南，绝不可能作弊，更不可能偷你的资料。我们相信江神，小高丽撒谎，小高丽光会偷别人东西。当然，你能完完整整的把我的资料背上，已经很厉害了。只不过跟我比还是差一点。江南，如果你愿意来我们高丽国的话，我们就会追究你窃取资料的事实。你成为我的学生之后，我们高丽国的资源会是比大夏好上1000倍万倍。你们还真是宽宏大量啊！那是自然，我们做老师的怎么可能会给学生知道？成为我的学生之后，我会给你跟拉罗一样有我的资源，让你们一起研究一些问题。怎么样，江南，愿不愿意？教授，江南，他们就是挖坑等着你往里边跳，千万不能答应啊！是啊，江暖，你可是我们大夏的江神，你不能答应他们呀！你算个什么东西？凭什么当我老师？你不识好歹！就凭你这种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人，凭什么当我老师？你也不买块镜子照照自己。就你这个水平，幼儿园的时候我就能打败你了。江神说得好，气死小高丽！你们真当我们大夏没人了？敢当着我们的面挖大夏的墙角？江暖，你凭什么说我是我老师？你知不知道他可这是天下第一伪君子，第一小人。别以为我刚才不知道，刚才我在题上做题的时候，你就悄无声息地抄下了我的答案。不信，你们看他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是不是和我一样没有写下最终结果？你们看他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是不是和我一样没有写下最终结果？没错，就和江暖说的一样，他根本就没有。夏诺，你不说这是你算出来的吗？好啊，那你把最终结果写上啊。这可是我们高丽国的最高机密，我怎么可能告诉你？算不出来就是算不出来。还有你凭什么收我当学生？不就是想霸占我的成果吗？你胡说八道！在我面前装很低，不好意思，你算是踢到铁板了。江暖，不管你怎么说，还是难掩的你剽窃我资料的事实。你们还真是癞蛤蟆趴脚背上，不以人对人啊！你说这公式是你的，好啊，那你说一下，这一步是在计算什么？那你说一下，这一步是在计算什么？回答不上来了吧？那我来告诉你，这一步是莫兰公式，它是在计算无人体的体积。我当然知道是莫兰公式，我只是一时没反应过来。好啊，那你再说说，这一步计算的是什么？少拿这种幼稚的问题来问我，我知道你们是想逼问我解释我的公式，我才不会上当。我看你根本就是答不上来，纳诺，我看你的脸皮真是比城墙还厚啊！你小长之气，江暖公然侮辱他国选手，我申请将他逐出比赛。你们高丽国打不过我们，就想把我们江城逐出比赛，我看该怎么是你呢？
老头，你好，不要放进去。你干什么呀？我们是江南的父母，放我们进去！躲开！放我们进去！你还敢踢我老婆啊？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江南的老子！江南在里面，把我们江家的脸都丢尽了。我今天进去，好好教训教训他。让开！放开！江南，你给我出来！江南，出来！儿子，赶紧出！江南，你给我出来！出来！你给我出来！等一下，你们说你们是江南的父母？是啊，你是谁啊？我能带你们进去，开了给你们一大笔钱，不过你们得听话。预先按照比赛结果打败了所有的选手，现在可以公布结果了吧？我宣布，本轮赛事的获胜者是……等一下。小高丽，你已经被我们赶出去了，还回来，是想继续挨打吗？我回来是有证据，向你们证明之前江南的故事一切是我们纳洛的。你们还真是不要脸啊！说吧，这次过来又耍什么花招？我奉陪到底。我回来是有证据，向你们证明之前江南的故事一切是我们纳洛的。你们还真是不要脸啊！说吧，这次过来又耍什么花招？我奉陪到底。你们怎么来了？好你个死丫头！我们要是再不来，你就当着外国贵宾的面把大家脸都丢尽了，好打死！你们什么人？怎么敢擅闯比赛现场？老娘管教自己，关你们两个老东西什么事儿？赶紧给我滚开！你说你是江南的母亲？没错，我就是他妈，我是他爹。怎么了？就算你们是江南的父母，也不应该这么做。江南是在为我们大夏争光。争光？呸！就他也配？从小到大数学都没有及格过，他能为大夏争什么光呀？还有他那个无人体的公式，那也是超人家高丽国选手的。怎么可能？我说你个死老头，我们可是江南的亲生父母，怎么可能在这撒谎？就凭你们这种空口白牙污蔑人的人，也配当人父母？好你个死丫头，翅膀硬了是吧？敢跟我们叫板，撕了你的嘴！各位评委，好在苍天有眼，上帝保佑。我们在门口遇到了江南的父母，他们就是特意看到直播者良心过意不去，特意来揭发江南。你们还真是耻辱入窝呀！江南，证据就摆在你面前，你还是不肯承认是你剽窃了我的成就吗？我都说了吧，一个场妹怎么可能算得出来这么难的东西？原来是抄的呀！江暖，你就是我们大夏的耻辱！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们最好不要乱说。我相信江暖是不会干这种事的。没错，我也相信江暖。你们两个老死的这么维护江暖，怎么？你们是跟他有一腿啊？好啊，江暖，那个小贱蹄子，我早就看出来你不安分了，竟然干出这么丢人的事儿！你们胡说八道！还是江暖说的对，你们啊，就根本不会为人父母。天底下哪有父母这样说自己女儿的？你说你们来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是我偷了纳洛的计算成果，是吗？没错，当时小生是亲眼看见你偷的，是吗？那你说说，我是在哪偷的？你当然是在纳诺下榻的宾馆偷的。那我是什么时候偷的呢？笔记本被我放在哪了？你是在1周前偷的，笔记现在就在你屋里，我可以回去拿。可是纳诺说，笔记本是2天前丢的呀。对我认真来信吗？小子，我看你就是在撒谎，诬陷江暖。我没有。妈，他们欺负我。我儿子小生还小，被你们绕晕了。没错，就是他2天前拿回来的。好啊，那你再说说，笔记本是什么颜色的？你当时回来的时候偷偷摸摸的，我根本就没有看清什么颜色。江暖，你干了这么丢人的事儿，还敢在这硬装？你把我们大家都当傻子呀！江暖，现在你的丑事已经暴露，全世界人民都在看你的笑话，还不赶紧跪下认错，承认你做的？明眼人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表面上说是我的父母，
实际上却句句话都是在骂我、污蔑我。就是，我还没见过哪个父母上来就骂自己孩子贱蹄子，还说自己孩子和别人有一腿的呢。你们知道什么呀？啊！你们都被江暖给骗了，他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他一直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作为他的亲生父母，怎么可能不了解？对，说的没错。江暖从小就爱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儿，还总爱撒谎，你们不要被他给误导了。不错，我们只相信我们看到了，江暖就是我们带上的英雄。就是，下去吧，你们，下去吧，你们。爸妈，你们得赶紧想想办法，谁也不能把江暖带走。那钱，你们知道。哼，江南父母，江暖要是得了冠军，是有奖金的。切，这1000万的奖金我们才看不上，这高丽棒子开的可是5000万。他要是真愿意拿那个钱孝敬我们，刚刚那1000万的时候，他就应该退出，拿钱走人。就是，你错了，往高处想，1个亿，1个亿，我可比那个外国佬开的高多了。妈，1个亿！哎，这位老师，其实我们家江暖父母，江暖父母，如果你们管不住你们家江暖，那我就只能上报居委会，到时候不止你们家江暖，就连你的儿子也会受牵连，再也没有出头。以后你们就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因为你是大夏罪人江暖弟弟。哎，妈，不行啊，那我以后怎么办呀？快帮我想想办法。当然，如果你们愿意大义灭亲，说出实情，那等我们高丽国选手获得冠军之后，我可以把奖金作为你们揭发的奖励赠予。另外，我还可以奉收你的儿子为我的学生。你个倒霉东西，还不赶快跪下认错！别想连累你弟弟，赶紧跪下承认错误！这人怎么这样啊？刘艳红，你为了你的亲儿子还有奖金，跑这么大老远来污蔑我，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你个死丫头，胡说八道什么的！江暖，你是姐姐，长姐如母，你就应该考虑你弟弟，要不然我要你有什么用？江南有你们这样的父母，真是太悲了。我江南没有作弊，我愿意接受任何调查。另外呢，还请大家帮忙做个见证，就在今天，我要和这一家人断绝关系。怪我！刚刚的考试确实有人作弊。谁呀？难不成真是江神作弊？不可能啊！江神那么厉害，怎么可能抄小高丽的？江暖，你看，组委会的人都来了，你还嘴硬呢？江暖，我都替你脸疼了。谁作弊还不一定呢。事实就摆在你面前，江暖，你还不承认？不是的，你们搞错了，作弊另有其人，是纳诺。说八道，我怎么可能作弊？你们看，把这道题塞给江暖，然后再把这个答案投到纳诺的屏幕上，这里有你想要的。明白。这道可是你们大夏至今还未攻克的隐身电子侦察球下分。江暖，我看你算不出来，还这么嚣张。难怪江暖的题目中会出现这道题，原来是你们从中作梗。这视频是假的，是合成的，根本没有。你们冤枉我！就是以我的实力，怎么可能作弊？好，还有一段视频，你们看。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就说江神不可能作弊，就是你们小高丽作弊！小高丽滚出去！还有你们，不仅污蔑我偷取他人的劳动成果，更是一口一个外国贵宾的教主。看你，不仅不配为人父母，更不配当我大夏人。敢冤枉我们江神，给我滚出大夏！江南，我可是你亲爹，你就看着我们这么被人欺负。我说了，你们根本就不配当江南的父母。你，别急，这人是私婚，怎么讲？私生多，你看他福尔，你是他亲爹，他人都真的不认你。江暖，哎呀，暖，爸爸错了，爸爸可是被那个坏人蒙骗的呀！如果我们不替他做假证的话，他们要害你呢！原谅爸爸，原谅爸爸，暖。江神不能答应他。你们呐，先前帮助外国人，冤枉自己的女儿，现在
竟然还舔着脸请求江暖原谅。他们根本不值得。保安，把这些扰乱比赛秩序的人拖下去。江暖，江暖，你个不孝女，我打死你！江暖，给我等着！你这么对我们，我扒了你的皮！我不孝。当初你们体罚我，不给我吃饭，自取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逼迫我在厂里打工的时候算什么？我会饶了你！我打死你！我大夏的江神在你们那竟然受了这么多的委屈，我们要帮他讨回来！江暖，我跟你势不两立，我要把你逐出家门！江暖，你给我等着！你这么对我们，我走保佑的！江暖！喂，你们大夏人果然都是一群饭桶！伊藤教授，你们大夏号称泱泱大国，居然让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人来参加比赛，还拿出这种小儿科的东西，我看你们根本就不配拿第一！伊藤，不许侮辱我大夏！我是组委会成员，也是樱花谷数学最高研究院院长，我有权利对每个参赛国家和选手进行监督。这个江南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议，就该被取消资格。就算你是组委会的成员，你也没有这个权利。你若是不服气的话，再给你一次比试的机会。比就比，在数学上，我江暖还没有怕过谁。不介意，直接进入压轴赛的比拼。压轴题。伊藤教授，这不合适。伊藤教授，这不合适。江暖目前只赢得了2轮比赛，按照赛事规定，只有连胜5场的选手才有资格挑战压轴题。难道你们大夏人怕了？这样一轮一轮的比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直接进入压轴题的话，江暖的奖金池里就会少3轮奖金，这对于江暖来说不公平呀。那剩下的奖金由我个人来给他们，就算江暖取题失败，也能拿走剩下的全部奖金。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让他当着全世界的面承认你们大夏数学题是日行日暮途久。伊藤说这句话，那不就是把江神架在火上烤吗？对啊，他这话一出，江神不同意也得同意啊。我不同意。我不同意。这个江神还真是不走寻常路啊！我看呐，他就是怕了吧？我跟你比，但我不同意奖金由你个人不在我，更不会答应你那种无理的要求。今天我就要在此证明，我大夏的数学正如日中天，未来也将前程似锦。看看，我妈妈可没在怕的。江然，都给我闭嘴！一个强弩之末的国家，也敢在这里叫嚣！今天过后，大夏将永远成为我们樱花国的手下败将。结果未定，不要夸下海口。到时候如果输了，你还怎么有脸回你的樱花国？你说是吗？比赛，我的大夏人。知道。江暖选手，你要接受伊藤的挑战。当然了，我说过，我的目标是压轴题。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经过我们各国的激烈对决中，现在场上就剩下了2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我们樱花国的数学教授伊藤先生，另一位是我们大夏国的天才少女江暖。接下来由我向2位选手以及各位观众隆重的介绍一下本次全球数学竞赛的压轴题。在人类探索宇宙的无尽旅途中，寻找外星生命一直都是我们一个远大而又神秘的目标。随着人类的科技技术的进步，我们对外星生命的存在条件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猜测。就在3天前，联合航天局收到了一份来自宇宙的神秘讯息，经过世界各地的语言学家破译无果，所以借此机会，如果有哪位选手能够破译这世界上最神秘的讯息，那他
就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隔世王钱地策，志得意满，却悔还予无穷。今朝蒙天隆恩，定取重圆破镜，一马过岸。伊藤先生，江南女士，请看大屏幕。这还行什么东西？到底要怎么验证啊？管他呢，反正江神呀肯定会解出来的。江神加油！有请2位选手答题。曾经无数次，我以为我的研究和实验能够帮助国家，甚至是全人类接近宇宙的真相，可我错了。我自以为是的决定，带来的是人类和文明的崩坏。如今，我获得了重来一次的机会，我一定要修正这一切，将人类文明重新带回正轨。江暖率先完成了答题。你怎么能算这么快？怎么能算这么快？真是太精彩了！这串毫无关联的数字，竟然能这么理解。江暖推的过程，每一步都精妙绝伦呐，真是厉害呀！真的太神了，江暖你就是神！江神，江神，太厉害了！伊藤教授，江暖已经完成了计算，不用再算。慢着，3题最好不一定。伊藤教授，别为难自己了，还是由我来告诉你这题怎么解呢？这段信号的语言系统和目前地球上任何已知的语言逻辑都不同，但是我们可以把这条代码带入到现在已知的柯西法则中重新进行排列，接着用布朗尼模式锁定多元函数区间，寻找重复模式、结构和常见元素，就会得到多角函数解析式。此时，这段看似毫无逻辑的代码便呈现出了与古希腊语相近的逻辑，翻译过来就是：M77星球的空气就是我们的海水，而他们的海水就是我们的石油。1个月前，他们突然爆发了海啸，导致死伤无数，所以他们这次的目的是向我们与他们交换海水。如果同意，请我们发送地球的精准坐标。他说的全都对。这外星人的意思是要跟我们交换资源，海水换石油。哎，那不是说油价要下降了？如果我们同意了 M77星人的请求，那我们的地球以后将会有用不完的石油，用不完的能源了。太好了！哎，请国委会立即致电国际委员会，说明这里的情况。不用了。文司令，文司令，是文司令，他来了，他来支持我们江神了。江暖，我已经将你的破译思路发给了全球学术联盟，各国顶尖的数学家、天文学家、语言学家共同检测，一致对你的结论进行认可，并且联合航天局已经委托我们大夏对 M77星球进行回复，同意交换资源。你是我们大夏的功臣，是地球的功臣。同时，大夏航天局对 M77星球进行回复。是。文司令，我有一个请求。江暖，你有任何要求都可以提。可不可以由我来发送地球代码？这可是我们江神破译出来的，就应该由我们江神亲自回复外星人。就是。也对，让英雄亲自回复，将更加圆满。隔世王钱地策，志得意满，却悔还予无穷。今朝蒙天隆恩，定取重圆破镜，一马过岸。送成功了，江，我承认，这次是他发错了地球的坐标。说什么？没想到你们大夏的天才少女江暖把地球的正确坐标给写出来。对呀，坐标的最后一个数字应该是9，这写成了4。不可能，让我查一查。
不是冠军，他连地球的坐标都能写错，不配当冠军。Sending f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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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希望了，地球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唯一一次跟 M77星球联系的机会被他给毁了，他不配拿这个冠军，给我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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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江暖选手挑战失败。江暖选手挑战失败。司令，一起挂这个电话。江暖，全球紧急播报：5分钟前，距地球7万光年的 F612星球发生了剧烈爆炸。宇宙危机情报局根据爆炸能量及范围推测，是由于 M77星球放射了某种未知能量，请全球居民做好相关应急准备。对世界、对自我失望过，回避过、放弃过、遗憾过。现在的我不想再闪躲，就算有人笑我做梦，我先不上来会被旋转。